风韵犹存的40岁女人和24岁的年轻男人第二次见面，女人就把男人带回了家。苏菲是一位单身妈妈，而这个叫贝尔的男人则是身价100亿的流行音乐天王。身为超级偶像的他拥有无数美少女粉丝，可他却偏偏疯狂爱上了苏菲这个40岁的老女人，而苏菲却顾虑着周围人的看法，不敢与贝尔恋爱。更何况苏菲的女儿是贝尔的铁杆粉丝，可苏菲实在又抵挡不住贝尔的年轻温柔与才华横溢。苏菲越是半推半就，贝尔就越是无法自拔。刚才两人说好一起去吃饭，可在去往餐厅的路上，贝尔却遭到了疯狂粉丝的狂拍。苏菲最讨厌这样没有礼貌的粉丝，可偏偏满大街都是贝尔的粉丝。看来两人是没有办法去餐厅共进一顿安静的午餐了。为了不被人打搅，苏菲提出带贝尔回家亲手给他做饭吃，结果回到家才发现冰箱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掉了，里面的食材散发出腐烂的恶臭味。苏菲本以为这会遭到贝尔的嫌弃，结果贝尔不仅没有半点嫌弃，他反而主动从这堆腐烂的食材里挑拣出了一些还没有坏掉的番茄。苏菲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接地气的偶像明星。最后苏菲用这些番茄搭配面包给贝尔做了三明治。这顿午餐虽然简单，但两人之间的情感却得到了升华。苏菲向贝尔袒露了自己在上一段婚姻中遭受的背叛与失望，提起前夫时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可贝尔还是从苏菲的眼神中看到了悲伤与失望。这些悲伤和失望证明苏菲的确曾经深爱着前夫，对此贝尔并不介意，他反倒被苏菲的深情所打动。他满眼心疼地望着苏菲，再缓缓牵起她的手，他们拥吻在了一起。但下一秒恢复冷静的苏菲告诉贝尔再也不会见面。 I could be your mother. You're not. But I could be. So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I can't do this. Why is that? Because you're you and I'm me and we just don't fit. 贝尔没有反驳也没有强求，他只是说拭目以待，因为他相信自己对苏菲的爱可以击碎一切闲言碎语。他也理解苏菲的压力，可即便他是这样的绅士温柔，却还是被苏菲轰出了家门。望着贝尔离去的背影，苏菲的心里失落到了极点。如果自己可以年轻10几岁，他一定不会放弃这段爱情。贝尔前脚刚走，苏菲的女儿就回到了家。女儿一眼就看出苏菲有点不对劲，面对女儿的刨根问底，苏菲却不敢透露半点关于贝尔的事情。把女儿送去夏令营之后，苏菲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她却在桌子上看到了一块手表。原来刚才贝尔离开之前故意把手表忘在了苏菲的家里，因为这块手表可以为两人创造一次见面的机会。贝尔的小心思让苏菲很感动，但她还是没有勇气跟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男人恋爱。深夜里孤独的她试图用看书的方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念贝尔，可偏偏贝尔却发来了消息。苏菲在心里拼命拒绝，可到了周末这晚，她还是出现在了贝尔所在的酒店。也就是在这一晚，两人确定了恋人关系。苏菲心里很清楚，跟一个大明星谈恋爱肯定是聚少离多。果不其然，第二天贝尔就要搭飞机去欧洲巡演。苏菲尽量掩饰着自己的失落，可她怎么也想不到贝尔竟然会说出这句话。 I'm leaving this afternoon to go on the European leg of my tour. Don't worry. Out of your hair before you know it. And I was really hoping you'd come with me. You know I can't do that. Is he? And She's at camp all summer. the gallery. I have to. I literally bought all of the work. art in your gallery. So, I mean... 此时的苏菲根本找不出任何拒绝贝尔的理由。就这样，她跟着贝尔乘坐私人飞机去往了欧洲。贝尔向同事们介绍了苏菲，但不是以男友的身份。 This is Solange. She's my art consultant. Hi. 保密这段爱情关系对两人都好，既不会影响贝尔的事业，也不会扰乱苏菲的生活。其实苏菲心里也清楚，贝尔为了这段爱情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贝尔拥有着庞大的年轻粉丝群体，更确切地说，他的粉丝大部分都是一些18、19岁的小女生。试想一下，如果粉丝们得知自己的偶像在跟一个40岁的女人谈恋爱，他们得多受伤，这甚至会毁掉贝尔的事业。贝尔何尝不知道这段爱情的危险程度，但他就是喜欢苏菲，已经到了没他不行的地步。贝尔在欧洲的舞台上演出，现场充斥着粉丝们疯狂的尖叫声，只有苏菲一人面带微笑，静静地欣赏着台上的贝尔。对于两人而言，他们都是上天赐予对方的礼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忘记所有烦恼，可烦恼却追着两人不放。这天，两人在街头约会的时候被狗仔拍了照片。欧洲巡演结束之后，两人坐上了返程飞机，结果一不小心依偎在一起睡了过去。苏菲惊醒慌张地环顾四周，她生怕这段爱情被人看到，可这一幕还是被贝尔的经纪人尽收眼底。经纪人的眼睛像刀子一样，这让苏菲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天，贝尔和一群朋友们在别墅里度假，苏菲也在场。眼看那些年轻的女孩们个个皮肤紧致 Q 弹，再看看自己几乎已经垮掉的身体，苏菲虽然自卑，但总不能躲在房间里不出去吧。
为了掩饰松弛的皮肤，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结果还是遭到了年轻女孩们的嘲笑。Now that you're with Solan, you're like a middle-aged man. You know, before you showed up, he behaved like an actual pop star. Did you just say every fucking thing that pops in your head? 这群人还故意当着苏菲的面谈论贝尔和前任的爱情故事，苏菲没有介意，她反而跟大家分享自己跟贝尔是如何相识的。We met at Coachella. It's actually kind of a crazy story. She wasn't supposed to be there, and then she was, and she's with their daughter. Yeah. No, we met By accident. Yeah, in my trailer. And then Hayes, really up the ante when he dedicated a song to me. closer. Yes, of course that was the one. You guys remember when we did it for that Swedish actress who was like in love? 苏菲这才明白，原来那首名叫《靠近》的浪漫歌曲是贝尔惯用的撩妹伎俩，这让苏菲觉得自己被骗了。这种感觉就像你把送给前任的戒指又送给了我一样可笑。苏菲收拾行李就要离开贝尔。Father of my child lied to me for a year, and all of his friends knew. Everybody knew except for me, which is a gut punch similar to the one I just felt by the pool with your friends. And I fell for your fuckboy move. Sporty and clueless, I guess. Can I explain myself? It was stupid. I was trying to impress you. And it worked. And it worked for Hannah too. I actually liked You know her. what, Hayes? Not that that's any of your business. 无论贝尔怎么解释，苏菲根本听不进去。最后，苏菲还是选择了分手。在返回的航班上，她哭得像个孩子。刚回到家，她就发现了贝尔寄来的礼物，是一幅苏菲喜欢了很多年却无法得到的画。苏菲曾说过，每当她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原来苏菲说的每一句话，贝尔都记得，所以他才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幅画买来送给苏菲，就算是为那首《靠近》道歉吧。贝尔的确在舞台上真心为前任唱过那首《靠近》，但他为苏菲演唱《靠近》的时候也同样是真心的。当初苏菲提起前夫的时候，甚至泪眼婆娑地说自己曾经是如何深爱着前夫。贝尔听了并没有生气，他反倒认为苏菲是个在感情上很认真的人。可如今苏菲为什么接受不了贝尔为前任献唱《靠近》呢？其实这并不是苏菲离开贝尔的真正原因，她只是没有勇气再继续这段爱情。她无法想象恋情曝光之后，周围的朋友们会怎么议论她。她更清楚自己的女儿也会因为他们的恋情遭到同学们的嘲笑，所以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她用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甩掉了贝尔。但她担心的一切还是发生了，狗仔把两人约会的照片曝光在了网上，一夜之间苏菲成为了世人议论的对象，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认识苏菲，这些路人有嘲笑她的，也有崇拜她的，甚至还有憎恨她的。Just tell you, you are my hero. Also divorced, you have inspired me not to lie about my age on my Hinge profile. So, Hi. I have to tell you, my daughter has had a crush on Hayes since she was like 10, and she is so heartbroken. 当然，苏菲最在意的还是女儿与闺蜜的感受，可她没有想到女儿却很支持她与贝尔的恋情，就连闺蜜也认为苏菲应该重新回到贝尔身边。苏菲被感动了，心中没有了压力之后，她自然也就可以去追逐自己的爱情了。她飞到洛杉矶找到了贝尔，贝尔原谅了苏菲上一次的离开，他把苏菲拥进怀里，重新接受了她。但他们的恋情一定会遭到这个世界的反对与批评。为了避免遭受网暴，苏菲和女儿决定注销所有社交账号，不再上网。果然，第二天这段恋情就在网上迎来了劈头盖脸的指责与批评。有人说贝尔找一个40岁的大妈，她是不是脑子坏掉了？甚至有人说贝尔有恋母情节。但苏菲和贝尔已经不再上网，所以他们也听不到那些质疑声。这一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幸福得不得了。但苏菲的女儿却遭殃了，因为苏菲与贝尔的恋情，女儿在学校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就连女儿的男友也为此跟她分了手。苏菲无法原谅自己对女儿造成的伤害，然而记者们却丝毫不给苏菲喘息的机会。他们追着苏菲问了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苏菲没有回答，她只是低着头逃回了自己的房子里。虽然记者们不能私闯民宅，但娱乐新闻却无处不在。苏菲忍不住上网看了一下大家对她的评论。类似这样扎心的评论有几百万条。苏菲没有那么强大，她无法对网上那些恶意评论视而不见，她更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连累女儿。和贝尔分手是她唯一的选择。Us, our relationship, I can't do it anymore. It's too much for her. I mean, it's actually insane. I mean, she didn't sign up for any of this, and it's too much for her. And I have to put her first. 贝尔没有选择，为了苏菲着想，他只能接受被分手。贝尔离开之后，苏菲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无法与贝尔见面了，结果当晚贝尔就出现在了苏菲的家门前。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too.
promise me you'll revisit this in 5 years, as you will be out of school, living her best life, and I'll be some D-list celebrity that nobody gives a shit about. It's too long. If you get a shot at happiness, you take it, and I will do okay. 5年的时间对于40岁的苏菲来说的确太久了，对于贝尔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贝尔临走前特意把手表留在了苏菲的家里，5年后他一定会回到苏菲的身边取回自己的手表。眼睛一眨，时间来到了5年之后，45岁的苏菲每天坚持健身保持身材，女儿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但贝尔却没有沦落成2线歌手，他反倒比以前更火了。他在访谈节目中和主持人的谈话证明了这5年来他一直都在等待与苏菲重聚的那一天。It seems like you've been touring non-stop. Yeah. Presumably there is a break. And I think after that, I've scheduled myself a little break, maybe a little holiday to LA. LA? Any particular reason why LA? There's someone I would like to see there. 不久后的一天，贝尔真的飞来洛杉矶，出现在了苏菲的面前。当看到心爱之人的那一刻，过去5年漫长煎熬的等待都变得那样值得。